很多人都羨慕這種科幻空間站這種大場面動畫，但是網上真正把你當成一個新手，手把手教你做出來的課程很少。那今天我们继續新開一坑，只要你會一點點 Blender 的基礎，我就能夠帶你手搓出一個類似於星球大戰的級別的電影感的大場面動畫。那這個課的重點不是說瘋狂建模啊，而是我想教大家怎麼用最少的建模工作去做出一個足夠複雜的大場面動畫。那不知不覺 KurtTips 頻道 B 站真是突破100萬了，在這裡跟大家悄悄慶祝一下，然後咱們一起忘掉這個數字。希望我能夠依然像一個新人博主一樣保留旺盛的創作力和表達欲，也希望大家對 Kurt 也像對新人一樣繼續多多包容。這幾個月我沒有更新新課，是因為我自己也陷入了一段因為 AI 帶來的思考或者迷茫期吧。我在想，在 AI 這個時代，什麼樣的工具是真正值得去教學的？那什麼樣的工具真正值得進入我們的工作流？以及這個頻道要提供什麼樣的內容，才有長期存在下去的價值？這種長視頻的純教學內容在互聯網上很難有很大的流量。所以我還是挺感激這2年開始陸續有一些品牌他們注意到這個頻道，願意來贊助我出這些內容。那這套課我預計會做10節課，我會帶大家從最早的 AI 的探索，再到 Blender 建模，再到動畫渲染，就帶着大家把這個場景給做出來。我也希望通過這個項目讓大家看看在 AI 的時代，一個獨立的創作者，你可以借助新的工具和專業硬件去完成過去其實需要一個團隊才能完成的制作。好，那我們開始上課吧。好，第一節課我們來快速過一下整個項目的整體的工作流。那整個流程簡單的概括就是分成5個部分：前期的概念設計、飛船的建模、材質、動畫的制作，以及最後的布光與渲染。那整套課程我大概計劃做10節課，我會盡量站在新手的角度教大家把這個案例給做出來。好，第一部分概念設計，其實這個動畫的靈感部分我大部分參考了類似於星球大戰還有沙丘這種科幻電影的他們的一些鏡頭的角度，但是關於這個飛船的設計，我以前會直接去搜這種參考的圖片，但現在我會讓 AI 幫我去做一些概念的探索，而且我會讓 AI 盡量幫我生成一些結構清晰的多角度的參考圖，方便我後面的建模。那這些圖我也會分享到咱們的課件裡面啊。我覺得普通同學你就用在線的 AI 工具就夠了，比如說豆包、GPT 這些。但是如果你是專業的創作者，我還是推薦大家本地去部署這些模型，因為你以後會涉及到一些大型項目，會有一些設計方案呀，還有工程素材，還有資產這些，其實很多人是不願意上傳到雲端的。那如果你的電腦硬件允許的話，專業的团队他最後還是傾向於去本地部署 AI 模型。如果你的本地算力非常強的話，它真的是比在線的工具要好很多的。像聯想工作站，就比如說像 ThinkStation 這個級別的主機，它的全系列配的都是英偉達的專業級的顯卡。我這台用的是英偉達的 RTX 5880 Ada 專業卡，它帶有48G 的大顯存。目前 P4 工作站在國內可以最高選配到英偉達 RTX Pro 5000 Blackwell 72G 更大顯存的顯卡。那這種級別的這種顯存，你可以輕鬆跑各種市面上的開源大模型。好，接下來我們進入 Blender 的正式制作階段。其實像這種模型，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細節，但是我覺得重點不是說把每個細節都要自己去建模建出來，而是想辦法盡可能的節省建模時間。我會先用立方體、球體這些基礎的幾何體，把飛船的主體結構搭出來。然後我也會分享一些開源的素材網站，以及可以你直接調用的這些飛船零部件的資產。很多東西你沒有必要重複的去造輪子嘛，就直接去組合現成的資產就可以。而飛船上大家現在看到這些大量的這種複雜的凹凸細節，其實不是一個個建模建出來的。我會教大家怎麼用置換貼圖直接把這些細節給做出來，以及怎麼使用 DisplacementX 這個網站去制作你想要的貼圖。當然這種方式可以節省大量的建模時間，但是置換之後你的模型的面數會非常的高。一個大型的飛船的场景做到後面很容易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面数，加上大量的貼圖和场景素材，它對你電腦的內存和整體性能要求還是比較高的。好，動畫的部分呢，我們主要會制作2個場景的動畫。第一個就是飛船在這個隕石裡面穿梭，我們會做一個路徑動畫。那第2個場景呢，我們會模仿星球大戰的一個經典的鏡頭，就是這個大飛船緩緩的從鏡頭裡面出來，非常有壓迫感，還有這種追逐，包括這種激光的這種特效是怎麼制作的，我們都會講到。
好，所有的动畫確定之後，我們可以把燈光材質全部打開，然後進入最終的渲染。這裡有一個重要的習慣，就是你不要動畫一做好就開始渲染，你可以先測試一陣。因為大型的場景渲染最怕的不是慢，而是你渲染好幾個小時才發現你的燈光材質或者有個模型有問題。所以我一般會先找一幀比較複雜的畫面進行測試，確認效果跟渲染的時間之後，我再去渲染整段動畫。那這裡我用的渲染器是 Cycles。如果你对動畫的畫質要求沒有那麼高，或者說你的電腦性能比較有限，你也可以使用 EV。像這種大型的 CG 場景，它對你的電腦的算力以及顯存的容量要求都比較高。我這裡也順便測試了一下聯想 ThinkStation P4 的渲染速度。像一個這麼多面的一個場景，用 Cycles 渲染，它差不多也能做到1秒多一幀。任務管理器裡面你可以看到它的顯卡就 GPU 佔用都不到 15%， 這裡面每一個 peak 就代表渲染完一幀，速度是非常快的。好，以上就是咱們整個動畫的制作流程了。那下節課開始，我們會帶着大家從零開始，從一個小的模型開始，把這個場景給做出來。這個是我這次用的電腦的主要配置，但是我也会考慮到大部分同學的電腦情況，所以這個案例你只要能夠達到普通的筆記本電腦的要求，就是可以跟做的。好，那這節課我們就先講到這裡，我們下節課再見。Cut tips.